二战结束后，美苏两国开始了对世界霸主地位的争夺。除了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之外，两国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各种军事行动。越南战争是在美苏两国的支持下，越南南北两方力量之间爆发的冲突。这场战争不仅是美国投入最多、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，也成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冲突之一。统计数据显示，战争中约有30万名南越战士和110万名北越战士阵亡，而平民伤亡人数更是高达200万。越南战争从195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，历时长达20年，最终美国以失败告终。战争结束后，南越和北越开始了国家的统一进程。经历了战争的越南对胜利充满自信，甚至自认为已成为世界第3大军事强国，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敌人，并频频在边境挑衅。面对越南的挑衅，中国忍无可忍，于是迅速派出部队展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。从1979年2月17日到3月16日，仅仅28天时间，中国军队便成功击败了越南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这次胜利让越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们将探讨为何美国在越南打了20年却最终失败，而中国却能在仅仅28天内取得胜利。美国的失败是否真的反映了其军事能力的不足？中国军队快速取胜的秘诀又是什么？一切的根源可能要追溯到2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。雅尔塔体系，1944年底，第2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，德国和日本即将面临失败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各国开始考虑战后世界的重建和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方案。1945年2月4日，美、英、苏3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皇宫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。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2战后的世界新秩序以及利益分配等相关问题。雅尔塔会议之前和之后，3国首脑还在埃及开罗、伊朗德黑兰和德国柏林举行了3次会议。这些会议共同构成了2战结束后到苏联解体期间的国际政治格局及雅尔塔体系。在这些会议中，3国达成了几个重要协议。首先，他们决定彻底消灭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及军国主义，防止其死灰复燃。其次，会议上还重新规划了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，特别是涉及德日意3国及其被占领地区的边界问题需要重新划定。第三，建立了联合国，以维持战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，解决国际争端。联合国主要由美、苏、中、英、法5个核心国家组成，旨在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。最后，对法西斯国家的殖民地进行托管，承认这些在战争中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的独立。战后的欧洲由于战争消耗严重，无论是胜利国还是战败国，都已不复之前几个世纪的辉煌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在欧洲国家战争的空档中迅速发展，并凭借2战中相对较少的损失，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。苏联则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，成为唯一能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的大国。而此时的发展中国家尚未具备与这2个超级大国抗衡的力量。雅尔塔体系的形成，标志着美苏争霸的序幕正式拉开。这2个超级大国展开了长达40余年的冷战。尽管处于冷战状态，2国的军事实力非常接近。这种对峙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，使全球保持了相对和平，并促进了第3世界的崛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。然而，美苏之间的对立和势力范围的争夺，也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局部战争不断，部分地区长期处于混乱之中。自上世纪60年代起，苏联推行霸权主义，中国与其关系逐渐恶化，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也随之解体。进入70年代，欧洲和日本逐渐恢复并崛起，不再愿意接受美国的主导，而是寻求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独立，这使得资本主义联盟开始出现裂痕。1991年12月25日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美苏2极争霸的结束，也宣告了雅尔塔体系的彻底瓦解。越南战争，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，在2战时期被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占领。2战结束后，越南南北分裂，分别成立了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越南临时政府。1955年，南越皇帝保大被废除，在法、美、英的支持下，越南共和国成立。然而，由于计划在1956年7月举行的南北越统一选举未能如期进行，2国政权间的对立日益加剧。冷战局面形成后
美国在扶持日本的同时，将目光转向中南半岛，意图遏制红色政权的发展，这为越南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。越南战争经历了5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1955年至1960年，在这一时期，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开始大规模镇压北越共产党，两方矛盾日益尖锐。第二个阶段1961年至1964年，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，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不同看法，两国都希望在越南问题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，因此积极支持北越对南越的进攻。在此阶段，南越政府政治腐败严重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反抗势力逐渐壮大，引起了美国的进一步介入。1961年5月，美国派遣400名特种兵和100名军事顾问前往南越，标志着特种战争的开始。1962年夏季，中国在北越的要求下，无偿提供了多达230个营的武器装备。从1963年开始，南越政府内部矛盾不断，短短1年多时间内发生了多次政变，政权更迭频繁。1964年7月，联合国秘书长提议重开日内瓦会议，以解决越南问题。该提议获得了中国、苏联、法国、柬埔寨、北越及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。然而，南越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，对北越发动了袭击。北越在发现其真实意图后，迅速做出反击。几天后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报复北越，于是派遣轰炸机进行空袭，这标志着美国首次公开对北越进行武装攻击。此后，中国决定派遣铁道、工程、高射炮等特殊部队前往北越，协助其对抗美军的轰炸。越南战争的第3个阶段发生在1965年到1968年，在这一阶段，美国开始全面介入南北越之间的冲突。1965年3月2日，美国通过滚雷行动对北越展开大规模轰炸，正式拉开了越南战争的新篇章。战争爆发后，美国首先派遣陆军与越南共产党在德朗河谷展开激烈战斗。由于双方都取得了显著战果，双方军宣称自己胜利。这场战役也让北越意识到自己在装备上的劣势，因此开始采取游击战术。同时，美军的空军也对北越的弹药库、石油和天然气贮藏库进行轰炸，目标随后扩展到工厂、发电厂和机场等重要设施。随着美军人员伤亡的不断扩大，美国国内掀起了规模庞大的反战运动。面对巨大的压力，美国总统约翰逊不得不放弃总统竞选，并通过电视讲话宣布停止对北越的轰炸，同时开始准备与北越进行和谈。宣布停战后，美国军队于次年开始撤出越南，但南越和北越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。越南战争的第4阶段发生在1969年至1973年。在1969年，美国对柬埔寨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轰炸。次年，柬埔寨发生政变，国防大臣朗诺上台后，开始支持美国对越南的战争。美国随即对北越展开了更为大规模的轰炸行动，试图迫使北越进入谈判状态。在美国国内，反战运动持续升温。1969年10月，美国爆发了超过100万人参与的停战罢工运动。4月，华盛顿举行了规模达50万人的反战示威游行。1971年4月，上千名越战老兵前往美国国会大厦示威游行，并举办了反战集会，反映出民众对越南战争的广泛反对。1973年初，美国与北越通过谈判签订了条约，根据协议，美国军队需全面撤出越南，而北越则需释放战俘。进入1973年至1975年的第5阶段，美军撤离后，南越的局势变得极为艰难。北越在美国的大规模轰炸中逐渐恢复实力。1975年初，北越开始对南越展开最后的攻势。几个月内，南越军队在北越的强力打击下迅速瓦解。1975年4月30日，随着最后一批美国人离开越南，标志着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影响彻底结束。2个月后，北越完全消灭了南越，实现了越南的统一。越南战争由此画上了句号。对越自卫反击战，由于中美关系恶化，越南在选择国际伙伴时陷入了困境，不知道应当倾向于哪一方。1972年，尼克松访问中国，中美关系开始破冰。这一变化使得尚未结束战争的越南决定与苏联加强联系。越南统一后，政府开始故意排斥华人，制造争端，甚至撕毁了双方的边界协定，贸然侵占了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大部分领土。与此同时，越南在获得苏联支持后变得自信满满，
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全球第3大军事强国，开始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，对柬埔寨发起了进攻。在越南对中国边境的侵蚀和对柬埔寨的攻击等因素的刺激下，中国军队决定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。1979年2月17日，30万解放军在中越边境发起了全线自卫还击战争。经过不到30天的激战，中国军队最终取得了胜利。这场胜利不仅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，也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为何只用28天就击败越南？根据统计，大约有65万美军曾经在越南战场服役，其中约1/10的美军人员永远留在了战场上。此外，美军曾派遣大量轰炸机对越南进行轰炸，这导致美军的飞机被击落高达8612架。在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，外界普遍对中国胜利的前景持悲观态度。那时，中国刚刚走出特殊时期，且已经有10多年没有经历过重大战争，而越南则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战争磨砺，甚至还打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军。加上苏联的支持，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军队能够取得胜利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中国的强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经过28天的战斗，越南以及全世界对中国军队有了全新的认识，越南也不敢再在中国边境进行挑衅。战争结束后，美国人对中国如此迅速取得胜利感到十分好奇。自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到撤离越南，经历了整整20年，结果仍以失败告终。为了解更深层次的原因，一名美国记者带着使命来到了越南，试图了解越南士兵如何评价中美两国的军队。在采访中，这名记者遇到了一名越南女兵。当问及对美军的看法时，这位越南女兵面带不屑地回答道：“美国士兵非常怕死，如果他们被俘，不会反抗，而是直接投降。如果想要打败美军，只需杀掉他们的指挥官即可。美军看到自己的上级被击毙，心理防线会立即崩溃，接下来就容易歼灭他们。”他认为，这也是美军在北越战场上迟迟未能取得胜利的原因。当美国记者进一步询问为何中国军队能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时，越南女兵面露恐惧，陷入了沉思。她战战兢兢地告诉记者，中国军队的队长根本不能杀。当我们最初按照对付美军的方法对待中国军队时，我们不小心击毙了他们的队长，结果我们发现中国士兵的战斗力瞬间提升了无数倍，他们高喊着要为死去的队长报仇，即使被我们的子弹击中倒下，仍然拼尽全力向前爬，继续朝我们开火。听到这些，美国记者终于明白了原因。越南军队曾自以为总结出了一套对付美军的有效战术，然而将这一战术应用于中国军队时，结果却事与愿违。中国军队不仅没有因失去指挥官而陷入混乱，反而在愤怒和复仇的驱动下，展现出了更为强大的战斗力。越南军队的成功经验，在面对中国军队时，反而成为了自己的陷阱，使他们陷入了与对付美军时完全相反的困境。